我真的好想买房子系列，买房子不要厨房，可以省150万，那你要不要这样子做？先说结论，如果你未来这间房子有要卖掉的话，就是脱手，那我会劝你，你最好不要把厨房省掉。如果你把厨房已经改掉了，那你要把它改回来，这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台积电工程师喜欢租哪一种房子，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房子可以不要厨房吗？这是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朋友买房没弄厨房，宁愿叫外送他惊呆，大票人点头没毛病。那内容是这样，就是这个网友的朋友他买了一个小宅一房一厅一卫的小宅坪数只有20坪以下15坪以上，然后他去参观了以后，他就觉得很奇怪，说怎么你整个空间里头只有一个冰箱啊跟微波炉。那他就问他朋友说，那你这样要怎么煮饭？然后他朋友跟他说，因为他觉得厨房相关的电器跟装潢实在太贵了天然气管还是在，那就给他封起来，然后就当橱柜用就这样。那不如把这些钱省下来叫外卖，所以他就跑来问说，这个是不是未来的趋势把厨房给他整个省掉？好，那你怎么看欢迎底下留言分享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是怎样这个影片的最后我们再来讨论没有厨房的房子未来会好不好卖。好，那先讲我的看法，我未看先猜，这位网友的朋友过往应该都是租房子都是租套房不然就租雅房，意思是说他以前租房子的时候应该就没有什么机会去使用那个厨房，所以他养成那个习惯，他才会在买房子的时候觉得说这个没有厨房好像也还好就这样，反正之前也没用到。那你说到底有没有影响？生活上当然是没有。以这个网友来说，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外食非常方便的地方，而且定价没有很贵真的没有很贵。我算过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你自己买菜煮饭其实是不太划算的，因为你肉就要买很多，菜要买很多，然后就要冰都要慢慢弄。你是摊提下来每一餐会便宜，但是你花样也不多备料的时间然后各种开销，你算一算你会觉得说，其实一个人的话，那是吃外面会比较节省。你那个一个家庭一家3口4口3代同堂，你在自己煮菜，那个省钱的幅度才被你看到。反正就大家都吃外面卖盆，你那个下班回来那么累，你还在那边烈火烹油在那边弄，怎么可能？就是下班路上回来顺便包个便当，打电话问家里人要吃什么，大概就这样所以原PO的这个选择以现代的社会来说，都会区来说算很合理的，而且他这样做其实省蛮多钱我简单估算一下，你少一个厨房真的是可以少 1.5 坪到2坪左右的空间。这个我八卦的时候会再补充。那你没概念的话就是差不多一间厕所的大小，但把它拉成长条一点，大概做一字形，不然就 L 型嘛我讲是不含浴缸的那种3间卫浴的那种。好，那如果是台北市的房子，你一坪100万就好，那你省多少？150万，就是这样所以真的是划算非常的多。你可以拿这个厨房，你就没有要用嘛，然后它站在那里占位置嘛，然后你使用率极低，只是拿来放东西或干嘛而已的话，对你来说就没有必要去负担那么大那么贵的房价，你就把它那边利用起来，看你要去做什么都可以，会划算非常的多。再来你要知道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那我们也来聊说，如果你真的把厨房给它省掉，那你会付出什么代价？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永远外食不过有差吗？我们男生我们觉得还好永远外食，因为你就没有厨房啊就算你想要什么简单洗个什么水果之类的，除非你把水槽留着，不然你也没办法洗。这边顺便说一下我知道你要说那就拿去浴室洗这个我跟你讲，我有思考过，但长期来说尽量不要，因为浴室就是大便尿尿的地方嘛，然后你还在那边洗水果，心理上就不舒服。除了这个生理上跟心理上的不舒服不适以外，你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这个我已经预期会发生了，就是你外食总是有很多的汤汤水水餐盒的油垢等等，除非你每次都是不洗餐盒吃完包一包就丢掉，不然你一定会在浴室里面冲洗餐盒、厨余什么的，然后最后怎样
给它倒到马桶里面去。你想说化粪池应该还行吧？那个我的晒这个它都能消化，那我现在这个汤汤水水对他来说小意思吧，给它冲下去，非常多人这样子做，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一些细碎的，比方说鸡骨头什么的你也是照冲，也行啊。现在的大楼的化粪池没有那么废不会说一两户在冲，它化粪池就爆了就塞了不会是这样。但是就是不好嘛，久了会怎样？久了就可能会发生什么排水管堵塞这种事情，或是马桶的粪管开始出现一些问题，更严重会反正就是化粪池那边出问题，影响全栋的使用。但是新大楼没有那么废，中古大楼的话可能会有问题，但是中古大楼也很少那种没厨房的东西没厨房的规划。好，以前你这样子做你可能没事，因为你就是租人家房子嘛还没出事你就搬走了，或是你就出事了你就立刻搬走嘛，反正那个房东也不知道谁干的，他只知道说什么全栋这个又要加钱，化粪池怎样怎样，平亚蒙蒙就这样。好，可是你自己住的你自己的房子你就要自己担了，所以我会建议你再擦你至少要保留流理台流理台你说复杂也是复杂，因为它排水而且它排污水那这样你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处理那个厨余。最后你要知道这样的房子未来好卖吗先说结论以卖来说一定是不好卖的你这个厨房在哪里？你这个怎么能卖一间房子然后没有厨房一定会被买方们嫌东嫌西了。你看建商的做法就知道，建商呢降本求利呢，追求最高利润呢，他如果可以把厨房省掉他早省了，对不对？他早会推出没有厨房的房型。结果你看现在的一房一厅是不是再烂也是给你配个 IH 炉然后还是有一个什么抽油烟机之类的，就这样。好，那现在的建筑法规我跟你说，你看他没有规定说建商你盖房一定要厨房，厨房不是必需品真的连我们政府都这样子认为，就是房子厨房非必须，房子主要还是提供一个换洗休息过夜的地方。可是建商就知道，我就把厨房砍掉，你看这个房子怎么卖都是房间都没有房，我靠，这是什么？这是分租套房怎么我就是租房子然后现在好不容易自己有能力买房，还是没有厨房，就这样。所以建商再小还会弄一个流理台然后跟那个 IH 炉给你应该不是说 IH 炉就是普通电磁炉就这样有一个空间，流理台一定会出现，然后跟你说开放式厨房，比如这样吗？我会员影片不是有拍一个一房一厅的整理案，就是那样你可以去看。那就代表说现在的买方还是需要有一个厨房的，当然也不至于说你没有这个厨房，你的房子就是说生生世世永永远远都卖不掉，还是不至于，还是有那个买方。那个买方他是买来自己再花钱把它改出来就这样。但我跟你说，你未看先猜，这个不用猜你卖的时候一定会被人家砍价钱，而且你不好卖。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厨房，就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不是一般板板正正的货，你这个是什么瑕疵商品那你就只能卖给下一个不需要厨房的单身狗，或是有成功杀价到的人，或是有预算要去重弄厨房的人。很多中古屋会想说，哎呀，反正我厨房整个都要重做那就现在的厨房很烂很烂没关系这样。而且你也不要想说人家买来改建自己做小厨房等等有的没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小宅，谁买小宅预算不够了嘛然后你再掏出一大笔钱来做厨房，蛮贵的，真是蛮贵，都是几十万的事情那你真的要把一个完美合规的厨房给它干出来你牵涉到的工种会很多泥做、水电、天花板、橱柜玻璃通通都要出现。它不像我们做软装你就自己一下买一买摆一摆装一装就好。所以你问我这样做好不好，我的想法是说，如果你要自住那你就没差，你反正就是你自己决定，你爽就好。但如果你有预期未来有可能要把房子卖掉，跑去比较大间的房子，你最好是不要把那个厨房给它取消掉或是你取消掉也行，那你到时候要卖要把它改出来不然一样会后悔。讲完了，我们今天讨论没有厨房的房子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我先分享了这件事情的好处，就你真的可以省很多很多钱100万以上。我说你用坪数去换算的话，但生活上你就会遇到很多有的没的问题你没有厨房，那你的吃饭、你的卫生你的下水你的污水怎么处理？那就是厨余还可能直接导致有什么马桶堵塞的风险从现实层面上来看，没有厨房的房子未来也会很难卖，相当难卖，因为大家都觉得一个家就要有一个厨房这样。
我的结论是，如果反正你自己一个人然后你就持有一辈子，那你就没差你爽就好。但你未来有要卖掉的考量，我就建议你最好还是要把厨房给它保留下来，不然未来会很后悔。好，最后我来问你你认为建商要省空间省空间省成这样，下一个会被省掉的是什么？你看今天我们讨论厨房下一个是什么？A 厨房整个给它取消掉，因为建商就来赌大家都外食，我没有厨房我一样卖得好。B 客厅有可能被省掉，反正也没有什么客人，你看它叫客厅一年你客人来几次客厅有可能被省掉，因为大家都看手机就好C 沙发以后直接用沙发床，然后客厅就变成一个卧室，没有这我乱讲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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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po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置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销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置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延续刚刚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建商要掏空间，还有一个现在已经看到新建案会这样子规划，而且看到市场的买气还行还不错这东西是这样就是把正常的2卫，我们讲一个卫浴，完整的卫浴有什么是必须的，就是3件套要有面盆洗漱区这个叫洗漱区，然后坐便区马桶区就是大便区，然后还要淋浴区对，所以浴缸不是必须所以浴室开窗不是必须，就这样要有这3件套现在讲3件套不是日本3件式的卫浴的那种奇怪，我实在是认为那个东西不错去日本的时候日本2个东西很不错，整体卫浴然后跟那个3件式卫浴，你去民宿什么很常会有嘛。3件式卫浴我讲一下，就是说它一样是一个浴室空间，可是咧中间它放洗漱区，通常下面还放洗衣机中间它放洗漱区，然后左边大便区，右边淋浴区。这样的用意是什么？这样的用意是说不会有一个人进去厕所门锁起来，好，那就大家都不要用，大家都只能等他出来，而是你中间洗漱，左边在大便，右边还在淋浴3个人要一起用都可以就日本这个在台湾怎么推不起来我搞不清楚
好，我们回到我个人认为就是建商要偷扣件，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立刻偷，然后不影响销售这东西就是浴室还能怎么偷？就是把2位把它改成 1.5 位，改成 1.5 位，这东西是什么呢？就2位另一位取消淋浴区或另一位，反正你讲那个浴室最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大便。这是最核心的大便洗手，大概就这样。你有没有淋浴？家里有一间主卧可以淋浴这样就好消灾我已经看到有这种作品2位变成 1.5 位了，我认为啦然后再来我们讨论几个论点论点1，只讲好不好卖的话，你一定要有厨房，这把它懂，就是人家在买房子呢所以对房子先入为主的想象就是它有房子完整的机能功能，妈的这是一个房子呢结果你跟他说没有厨房什么东西？是厨房要加价购还是怎样？这东西还可以跟车位一样吗？可以加价购吗？不是，就没办法了你没有厨房，你除非套房嘛不然的话，你不管是2房还是3房还是4房，你没有厨房，你试试看，尤其是3房4房，那就家庭租客，家庭租客就有厨房的需求。他不是说就是每个人的厨艺之精湛从小看中华小当家长大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那个洗水槽那个微波，那个煮火锅，那个切菜就这样。厨艺不好还是要有那个厨房，就这样一定要厨房你才有办法卖。来论点2就是厨房这是法规厨房如果你是要用天然气，就一定要有可隔离的防火门我再说一次，如果你要天然气，现在就是天然瓦斯跟 IH 炉之争嘛，对不对？天然瓦斯就是啪啪啪有火，就讲明火明火的炉灶 OK 现在新建案很多，还有什么捷运公告不是都可以 IH 炉用吃电的？好，那我们当然没差，我没有没差，我哪有什么厨艺可言？我最拿手2道菜，第一个是番茄炒蛋，第2道叫蛋炒番茄，就这样我需要那个明火吗？不用所以 IH 炉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说没有差，可是对妈妈那一辈的人来说，IH 是什么东西？邪门歪道，他们认为这是邪门歪道，他们就是要那个猛火可以颠锅，可以干嘛就是这样。好，可是这东西是有法规，当然你现在去找一些中古屋，你会发现奇怪，它有天然气，可它没有独立即使它有独立，它这个也不是防火门，自己做一个什么拉门木头的中古屋的问题，中古屋再说。好，总之就是法规上，你现在新盖的，如果你要用天然气，你一定要有可隔离的防火门，就是说那个厨房可以门一关或门一拉门省那个回转空间，一拉起来，这个是独立的部分。好像现在新建案户型那么小，所以它没有办法再隔出一个完整的厨房空间，让你去那边用明火，你知道吗？可是用 IH 炉吃电，它就没有这个规定。你不觉得这也有点奇怪？不过你想想天然气的威力，你就知道了所以现在的新建案通常都是 IH 炉，然后这个厨房它没有独立一间，就怎么样通客厅通客厅你说油烟问题我跟你讲，行之有年，每一个去看到这种家居配置图，他说这个厨房跟客厅沙发怎么直接就这样过来了？那我炒菜油烟怎么办？这一题在代销中心已经被问10万次，全省各地就这样。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你还不是买了就是大家能接受。现在的人不会在那边烈火烹油，在那边炒啦现在好像煮个火锅煮个火锅本来就也不会在厨房，只会端到客厅吃，所以没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好，所以都是用 IH 炉的方式。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坪数就已经在小了，然后你一个完整厨房的规划，我现在讲完整厨房我刚刚影片里面讲的是一个可用的厨房现在完整的厨房至少要几坪的空间，至少会跑到3坪去了，3坪这个东西在新建案一些比较新的案子里头，3坪已经是主卧的大小了呢然后另一个房间还没那么大。为什么要有3坪的独立空间只做厨房除了它的橱柜以外，你还要放冰箱你还要放电器柜。电器柜这个东西就是以前的中古物件商还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我靠，大家日子过得那么精致什么还有电器柜这种东西。电器柜就是放微波炉放电锅放烤箱，放空气炸锅，放水波炉，这样电器不是超多。然后你说洗碗机那个东西会嵌在台面下，好，总之就是这样你要有一个电器柜，通常给它立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冰箱
然后还要完整的一套橱柜，还要留走道空间。你看看这个面积，你要2坪做一字型的硬座可以，那你就是窄一点，走道的过道窄一点。好，那总之就是说，如果你要完整功能的厨房，那个很浪费坪数哦。你可以想象，我告诉你，我们买个房子几百万到千万几千万的，我们这里在买，我们算到不行各种算。代销不用算他就要算计你的算计啊，你知道？好，那就是他说，我这个小户型，然后我给他一个完整的厨房，图先画画看，那个谁来，先把那个图片画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好。然后就是同一个面积大小然后投影机就给他打在会议室，大家就来讨论说，你看这个是我完整厨房的规划，各位副总觉得怎么样？然后马上就会被喷，哇靠，这个厨房也太大了吧？这个厨房有没有略大于主卧？这是什么东西？这一定会被挑战所以说就牺牲吧，那我们就让它用开放式的吧，然后就刺探看看。没办法，你现在要做明火明火的用天然气的那个你就要独立隔开，你除非室内的坪数有大，不然你没办法弄呢。不然你弄出一个超诡异的格局，说厨房怎么那么大厨房怎么那么大我的客房我的主卧都小不拉几，厨房怎么那么大反而影响销售，就这样好，那第3个论点建商也知道要牺牲厨房空间。你看建商就是这样在极限的边缘试探这个极限有多极限？就是说他只要再多踩半步你就不买了，这个建案的销售就会亮红灯他就要整个就要去申请，然后要全部重弄。建商为什么要争取最大的利润呢？好，建商最大利润这件事情你先不要管他，你是建商，你比他还狠，你知道吗？你以为做建商很爽我们现在看到建商都很风光的人，那个真的建案在盖，每个月往里面丢钱，然后通通都没有收入，这种日子要过3年。建商在我看来，它的背面叫做什么？叫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果你敢背这种风险，那你去就这样。好，然后建商也知道要牺牲的话，先牺牲厨房空间。你看是不是我的论点2？你要隔离一个完整的厨房不行这个规划出来这个卖一定卖的不好，所以我们就把防火门拔掉，我们就用电炉这样子让厨房跟客厅是通的，通的就通的。油烟问题那你们代销公司的事，你们自己看用话术怎么去解决就变成这样。事实也证明建商赌对了，就这样了那我们现在新的案子大概都长这样。我想你也不需要一个超大的厨房吧，你有一个超大的厨房，除非你自己对厨房是非常的热爱你很热爱厨房的人，你自然不会去看这种 IH 炉的案子嘛，就是这样。好，论点4这我的一家之言我认为厨房对女主人有意义，对男主人没有意义，就这样我的一家之言，要骂就骂吧为什么？因为有厨房这才叫一个家的感觉feel feeling 那个女生都会讲，女孩子来女主人，女人就很看感觉你有一个家，对她来说才是一个完整的家的感觉没有那边那么理性，跟你们计算说什么什么几坪折多少钱，不是这样。即使他自己的厨艺很差即使他自己也都吃外食，可是要不要有那个厨房？一定要有那个厨房，一定要有因为对女人来说，这样才是家的感觉。为什么？因为这是受生活压迫而来的因为她从小到大如果命比较好，都一直住家里就算了。如果是北漂北漂的话，你看在外面住那么久，租屋的生活都没有自己的厨房可以用，到现在终于可以自己来亲自下厨，就会迸发出非常多那个美丽的幻想。也不是幻想，因为他真的会去弄早上要弄一个优格欧式麦片，然后什么有的没的，然后中午要煎迷迭香小牛排晚餐要怎么样意大利面然后现在有气炸锅这些食谱看食谱的受众一定都是女生，不是我们男生，所以大厨社会上大厨都是男生居多。食谱你要卖给男生也有啦男生对厨房不是那么 care。经过我的访问，男生我个人认为男生需要什么？男生需要茶水间就好了，能够处理泡面火锅这种东西就好了茶水间就好了，可以从头到尾都不开火这个东西对男生来说没差，但是对女生来说有差。你这东西你可以不用，但是一定要有，你知道吗
我可以不去使用，可是你一定要让我拥有，这就是女生，这我观察到的，厨房都是对女主人的意义重大。所以男主人说，为什么那个厨房那么大？反正我也没要用，我就留一个水槽啊，我去买那个外面小吃店什么什么不锈钢的放在那里，然后天然气管先给它封起来，我不要去动它，然后我做橱柜，这样我比较好呢。男生女生差很多，男生就是 CP 值实用性，女人一定要有一个厨房。这个东西又来了，为什么？就是我们人类在以前大草原的游猎时代，我们大家都还是全身长毛原始人的时候，男人出去打猎，死外面，这很正常，以前游猎时代就是这样。好，然后女人要什么？守住洞穴，那个基地，守住洞穴带孩子，培养后代。好，然后要引火，引火不会点在洞穴里，你知道吗？因为点在洞穴有烟，那个时候又没有那什么无烟煤的制造技术，所以引火都是点在洞穴的门口的入口，一方面防野兽，一方面防那个烟，所以要有那个火啊，才是一个窝啊，要有那个火才是一个窝啊，然后那个窝好几百万年了，都是女人比较使用得到，男人也会外面随便弄，然后又要游猎了，又要跑，为什么叫游猎？跑来跑去啊，所以要有那个火，才是一个家的感觉。这个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讨论啊，就是晚上，然后你只要点燃起一把萤火，即使那个萤火规模不大，不过大家围坐着萤火开始吃饭讲话的时候，心情就会非常的安定，因为表示你跟同伴在一起，然后你有火，你是安全的，这都是我们人类内建的 DNA 啦，进化下留下来的痕迹就是这样。所以厨房对女人的意义非常的重大，你要硬扯科学根据，这个都有，就是游猎时代男人有引火，那对他来说就是晚上那个野狼什么不要来就好，早上要赶快扑灭，然后继续去跑他的游猎，就这样。男人可以不断移动，没有家的感觉，对他来说没差。可是女人不行，女人就是守着洞穴这样子进化过来的。厨房对女人来说意义重大，就这样啦。今天就是一集关于厨房的讨论，那你认为呢？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哦。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中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二邻居，对付二房东，对付二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